好，那么诈骗呢，现在真的是哦，每天大概没有人没有被诈骗过，都有来尝试你了接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等等、网络啊等等，只是呢，你有没有被骗？以前呢，被骗都是贪心，比如说啊，这个人很呆啦，我们合起来啊，怎么的？现在不是的，现在被骗很多都是爱惜羽毛。你健保费没交啦，你电费没交啦，你这个你银行信用卡没交，反正各种状况了啊，骗你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是为了觉得我交了，为什么没交呢？等等甚至还有些医院，只要去挂了号看了病，没2天，诈骗人就来了。哎呀，你这个医院呢，你搞错了，这个那个这个可显然的各自都被外泄了哈。好，那么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就是说，防诈中心应该是去诈骗，去防止诈骗的嘛。就防诈中心还有一个警察被骗了1000万呢，而且6次亲自把钱交给车手，6次，你都一次都已经很够糊涂了，6次你还分不出来这个车手吗？你都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所以就想说哇，这诈骗真厉害，连诈骗这个中心的警察都会被骗那诈骗防治中心就说要给他已经是被害的，已经很难过了，已经被骗了1000多万了，对不对？多给他一些包容不要一直笑他了要给他包容那另外呢，这个现在说这个诈团不用还钱也可以减刑所以呢，最高法院呢大开后门，所以法务部说应该要修法这个更加严一点。比如现在诈骗到什么辽国、柬埔寨啦、什么缅甸啦，如果说要送回中国大陆，他们就吓死了，就要到地狱了。这要送回台湾，一个个欢欣鼓舞，好像要进天堂了，有这么大差别那这个说这个被骗的这个警察呢，说他支援防诈中心6个月虽然年纪比较大，而且他呢是负责行政工作，也就是替他开脱了。就他不是在一线里面去防骗的，不是很年轻年纪大啦可能比较容易被骗等等。所以现在那个家里的电话家里的电话呢，诈骗中心常常打那个室内的电话，就因为接的人年纪是比较大我也不懂，我年纪大照理讲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我渡过的桥比你走过的都多，应该是看遍天下这种骗人的事情啊。所以以前不是讲吗？这个什么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为什么？就老了已经老奸巨猾了，还去看三国老奸巨猾，不是跟老奸巨猾加老奸巨猾？那现在老人反而被骗，容易被骗呢？这很奇怪也有可能了因为年轻人都用手机因为跑来跑去比较不容易我在忙，我在开车等等因为我不是讲，我盖洛普曾经跟我讲一个故事，他们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访员，用手机做了1天的调查，一个都没成功。我在运动，我在游泳，我在吃饭，我在开车但是家里的电话比较容易被骗。那现在在家里看手电话，大家都年纪大比较大的人，所以我也不觉得说年轻人就比较不会骗，只是因为你根本接触不到他嘛好吧，反正就是他们替这个警察来开脱了那另外呢，这个卓荣泰的 TBS 做的民调呢就问说对卓荣泰满不满意？不满意有51%，满意只有30%，所以超过一半是不满意的。那对萧美琴不重要，萧美琴不知道在干嘛，因为副总统这仪式性，他也没做什么事情了所以呢40%对他不满意，30%满意但是因为副总统除非给你什么任务，你也没有什么表现嘛。总统说4大运、4状元去参加，他才参加否则平常也不会看他干嘛。那因为赖清德到底满不满意呢？说呢这个32%满意，55%不满意。信不信任赖清德？38%信任，55%不信任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做的调查刚刚不一样，民进党做的调查是57%满意，40%不满意，说交叉只有在关税那个时候呢满意度下来不满意高，但是接着以后呢又好了这是民进党做的调查。那另外呢，这个对于赖清德表现呢，这个马上520了嘛，55%是不满意的就是100天的时候，32%是满意的，是不满意的。所以你看，在就职100天的时候，大家都对他还蛮宽容的。那时候呢，满意呢40%，超过不满意32%。那个时候呢，但是现在呢，就满意只有32%，然后呢，不满意的就有55%。所以换句话，这一年来的表现呢，大家都觉得不满意。那另外呢，这个两岸司法，那我们看看呢，这个对两岸关系，
这个满意的只有36%，不满意58%。哦，对于司法满意的30%，不满意58%。所以呢，而且赖清德就职的演讲的时候，好像是唯一的总统没有说要司法改革的。哦，他可能对司法也不满意。但是呢，你不满意，但是你现在司法被你这样运用，检察系统被你这样运用，老百姓也看在眼里啊。所以呢，对这司法改革满意的只有30%，比两岸还低啊。最低就是司法改革。那你这些司法人员，你自己不惭愧吗？我当然知道很多司法人是不错的，但就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就是那么几个就够了。都听上面的话，对不对？然后只要起诉你不这个上面想要起诉的，马上就升官。马上就当主任检察官，就像马英九那个时候，3中案4个起诉他的检察官，通通立刻升主任检察官。那其他检察官怎么看？搞半天原来这样就会升官。大家除非你是不想升官的嘛，想升官的就会如法炮制嘛，趋之若鹜，一定是这样子嘛。好，那么这个我们在比这些历任的总统那在就职周年的时候，当时李登辉满意度37%，陈水扁41%，马英九38%，蔡英文28%，赖清德32%。好，但是现在可以得意说，我比蔡英文的时候好一点了哈。蔡英文那个时候呢，也是这个一阵混乱，在周年的时候啊。朱慧，前2天我们刚好在警政部门质询打诈的事情，我跟宪颖花了一个早上我跟警察局讲了我亲身遇到了几个案例第一个是。我那天去银行汇款然后那个银行行员呢非常小心的提醒我很多事情，最后还举了一个大布告栏说：“议员，你先去看清楚那几个要件。”我想说你为什么怕我被诈骗我想说我看起来这个精工的样子。他说：“我告诉你，我们上个礼拜才有一个警察被诈骗不是这个是吧？对，不是这个。他说那个警察还有来汇了一笔钱然后那银行行员就。案例就问他说：“请问你这个汇钱的目的是要什么？”那警察说：“我是要买茶叶然后那个银行员是提醒说：“你要确定你这个账户啊什么什么。”他说：“你放心啦，我是警察，我不会被骗就他汇出去以后没有多久，那个账户那边是邮局的账户，邮局就打来给这个银行说：“你们这个客人为什么要汇这笔钱？这个账户现在是警示账户，还好是警示账户，钱被拦住了然后这个银行就赶快通知这个警察来跟他讲这件事。警察才老实说对啊，我这是要投资的可是因为怕你们不让我汇出去，所以我骗你们说是要买茶叶。买茶叶需要买那么多钱吗？因为有一些高档的茶叶所以而且警察很爱喝茶。对，所以你想想看，投资诈骗这件事情就是警察自己本身都被骗了，而警察，而且警察还会告诉那个行业说：“我是警察，我不会被骗。”我们这几年我跟警察局讨论，我们今年的诈骗有一种趋势高社经地位、大笔金额，然后投资诈骗，所以我们特别难去劝因为有很多这个到了第一线去劝他的时候，很多都是大企业家企业做生意的，或是这个高社经地位，他反而更不听劝。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不会被骗。我是教授我是做生意的，我不会被骗。然后我自己今年就接到3、4个案例，被骗的金额都是600万、700万、上千万，都是投资诈骗，都是莫名其妙赖被加入了一个投资群组里面然后在里面观察，这个名牌很准然后就开始加入了很奇怪今年很多都是这种案例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家记不记得之前闹得沸沸扬扬这个内湖母女这个被诈骗以后想不开的他之前已经先去报案了，然后报案好几天以后，因为得不到积极的办案，甚至是远警冷言冷语，所以母女想不开。可是等事情一闹大以后，48小时之内10个车手9名落案就是落网了9个车手就落案了，落网，其中连桃园也抓到了，汐止也抓到，所以我就跟警察局说，其实不是你们抓不到不是抓不到之前报案了一阵子，你们没有积极处理，事情一闹大，48个小时10个车手9个全部落网，所以不是抓不到，可是抓到以后怎么办？结果呢，法官5万交保，10万交保，所以警察也很挫折。对，所以警察也很挫折。所以现在远警人员有3种第一个远警人员就像这个样，自己都被骗；第二种也有远警人员加入诈骗集团的，也有然后第3种是远警人员弹性疲乏抓不胜抓。今天还有银行的行员跟诈骗集团也勾结让他去开户对，所以搞在一起以后，全民都被骗，全民都是受害者。
然后再加上就是网络的平台，像 Meta 哦 ，Meta 现在有60%诈骗广告都在 Meta。我从张荣兴就现任的警政署长，还在当我们市警局局长的时候，我就要求他去拜会这个 Meta 的公司，他也去拜会了。我们现任的市警局局长，他也去拜会2次。Meta 态度很高傲，他不愿意协助，他有很多机车的理由。可是 Meta 明明它的 AI 的辨识它就可以辨识出说这个账号是不是假借名人的账号？因为我们现在 Meta 假账号都是假借，比如赵先生的、我的或曾宪颖的，然后变成去骗人家投资或什么。其实我们都是有蓝勾勾注册的，他其实用 AI 人口辨识就知道这些都是假账号。但是 Meta 不愿意，因为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广告收益啊，广告收益。然后警察局这个警政署私下告诉我们说，速发部不出力呀。警政署根本管不到 Meta， 可是速发部不出力呀，所以速发部我们当时花了200多亿去让速发部来成立了以后，第一任唐凤部长，我们看到他最大的功劳就是什么？不断的出国。第二任，我现在连部长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他打仗打出了什么东西。那我们成立了这个部，每年要耗几百亿的这个，不管是业务费或人事费。请问一下，速发部，你在打诈方面到底做出什么成绩了？这个我补充一下，其实现在的政府我讲一个，就是说刚刚淑慧讲的 Meta 如果真的政府要打诈把这个源头的广告诈骗广告先把它拦下来，那有一招，哪一招呢？就是去要 Meta 负赔偿责任，对，连带责任，因为我们的这个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第32条讲得很清楚。平台业者明显涉及诈欺的内容，广告未及时下架，依法要跟广告托播者、出资者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这个是立法院修法已经都修过了，到现在 Meta 赚得盆满钵满，那损失的是谁？老百姓。那我们呢？我们还在市议会要求警察局大家付好多的心力去给他收13号，谁在赚钱？Meta 来赚钱，诈骗集团来赚钱。所以，如果说民进党政府真的硬起来，找 Meta 来，我就是说替全民求偿求告嘛，要他负起责任嘛，集体诉讼嘛，这样我们才能够就是说稍微真的把那个源头遏止，不然我们的警政系统、我们的检察系统全部被这些诈骗案给瘫痪了。现在台湾是这样。这个数位部的黄部长，我找他来，他很坦，我还不知道部长姓黄，姓黄，黄部长哈，我找他来，我确实是为了 Meta 这个事。他也跟我承认 ，Meta 知识很高，然后不配合之态度。但是我只有问他一句话：到底那个老板是谁？他说美国人。我说部长，那美国你就拿他没办法啊。但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修法，修什么法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 Line， 一个 Meta 这2个公司，另外一个 Line 还算可以哦。你叫他守住，他就会守住。可是 Meta 他不愿意，就是不愿意。那美国老板他还到美国的国会去听证会啊，是被国会议员修理啊，那个。可是他还是不怕啊。对，我是在台湾我们不怕。台湾要硬起来了，还是要叫他们负责。不行，你硬起来就说你医美对，不行。对，对美国我们绝对不可能得罪他。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今天《中国时报》、《联合报》呢，不约而同头版都是陈宗彦性招待案一审无罪啊。那法官意思就是说呢，这证据不足，你怎么能确定陈董就是他呢？检察长还出来说，我也姓陈啊，我也可能是陈董啊。审判长，审判长我也可能是陈董，谁会叫你审判长陈董啊？通常董都是当了董事长才叫陈董嘛。那另外呢，当然就是有可能了就是说。也有人也许这个绰号叫什么陈董，但是基本上审判长的意思是说，你没有证据说这个陈董就是陈宗彦，所以呢证据不足，所以他无罪。但是检察官提出来证据的时候，我们看其实都算足了，对不对？谁去关说这个刑警的这个调动，谁去关说视听音乐视听的这个工程的这个要改就执照的这个改造执照。就赶快发类似这种。那然后呢，这个招待2次这个性招待
而且呢，现在很有名的话叫做“小云在吗？小云有在吗？”哦，那小云是谁呢？对不对？哦，那法官是说，因为他们的监听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陈董，那把另外一个陈董找来问啊，说这个陈董是不是你？这有那么困难吗？我就不懂啊，而且检察官要起诉可能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起诉，也经过各种查证啊。所以说这个陈宗彦呢逃掉3次，第一次检察官不起诉，说证据不足，后来再被检举，几年以后呢起诉了，然后监察院呢说表决这个不弹劾他然后现在法官呢又判他无罪所以讲说3度脱身，就这个道理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台南地方法院说，一般的敬称就叫人家陈董嘛，所以我们叫做唐董曾董尤董吴董，所以以后讲代号都没罪，都叫敬称对。那陈宗彦说呢，这个感谢法官找小云获判无罪而且你真的问我我真的不相信官说这些案子只是2次性交易就解决了，只是没有证据嘛。只是没证据而已结果呢，现在呢，酒店业者有罪，说因为他们中介性交易，结果呢，陈宗彦也无罪好吧，反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了哈。那所以呢，这个说民进党这涉大案就都可以过关，包括邱丽丽议长啦林志展啦郭在清啊陈欧珀啦郑文灿啦，好像呢看起来这个还是被告发了现在还没有宣判了那基本上呢，好像就是说呢，大咖就可以无罪，是不是这样呢？当时检举这个陈宗彦是陈婉慧了，民众的前立委，他说呢，因为呢陈宗彦是赖清德的爱将，所以呢够力诬告烂为什么呢？这个陈宗彦原来是台南市议员后来赖清德当市长就把他搞到这个市政府里面去工作一路后来到了行政院发言人，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呢，在野党就说呢。这个信赖治国，因为他们叫信赖嘛，他们就讥笑他就是信赖治国那谢龙介说，请赖清德大胆，因为媒体今天有说陈宗彦虽然这是无罪，但是看起来在政治上大概也不太有前途了。谢龙介说，谁讲赖清德只要信任他就好，大胆启用他所以呢被讥笑说是520送这个国王人马的一个大礼了那另外呢，现在就是被控性招待的没罪，但是酒店业者是有罪的说你们呢这个中介是有罪的那所以呢，这个法官说2个酒店业者是鸡头，所以被判刑这个所以联合报的评论是说，小云有空吗？小云有空，宗彦无罪，小云有空，宗彦无罪，所以司法办案显然是蛮有弹性的。我们看一下。我都一直在谨守对依法处理的分际。当年这段话还言犹在耳，如今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接受性招待被起诉案，台南地院一审因为无法确认监听译文中的陈董就是陈宗彦，判他无罪，让陈宗彦发声明感谢法官获得无罪，非常欣慰，希望能挥别阴影。但在野党就痛批法院根本是民进党开的，呼吁南检依法上诉。等于是演了一场戏了，我也被骗了。极少数的真正赖清德的。有革命情感的一个心腹赖总统就应该，你认为他无罪，那就尽速启用。此时此刻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又在乱扯，又在乱扯什么政治司法？我们尊重司法的判决。只是谢龙介就3520，干脆让陈宗彦回国进内阁团队，但另外2位酒店业者连家良和王孝伟图谋媒介性交罪成立，分别判有期徒刑1年与8个月，可以1颗罚金，缓刑2年。全案调查期间，检察官以监听1个小时的译文，因为王孝伟说过高雄的朋友在问要帮忙。他有同意，准备安排酒店入住，称呼对方是陈董。检察官认定口中的陈董就是指陈宗彦，法官打脸，陈董只能算一般，竟称姓氏。司法在520之前送给赖清德最好的一个礼物。起诉了，咱陈宗彦会当去民营企业做董事，我感觉社会感觉怪怪。来，另外。我觉得陈宗彦确确实实是赖清德的爱将那看起来果然真的很罩得住了那我是觉得这样啦，过去民进党在批评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可是最近看起来你们执政9年来掌控整个检调以及法院司法，那看起来真的现在
是法院真的有一点像民进党开的哈，像民进党开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就感觉到很奇怪，怎么会这个招待的有罪，被招待的无罪？这怎么这样判呢？我感觉到很奇怪。可是这个审判长，我是觉得他本来就是偏袒，没有公正。这里面哦，里面有赖，他要约小云的对话，这里面是有影像的。那他在约小云说：“我几点几分，我要请小云在门口等我。”这是有这个赖的影像里面是一个什么叫做燕字？那个燕字啊，没人头，但是有一个燕。那这个是到底是谁的？当然就是陈宗彦的啊。那这个赖，你审判长你都不会看呐、那个燕刚好有3个字，难道做这3个字当中，那个说这个燕啊是燕子的燕啊，你要这样解释吗？我那个赖你拿出来看一看，看这个是不是陈宗彦？还有陈宗彦自己都承认他有这回事，但是他没有做什么事。你法官是这样搞的哦，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啊，法院现在看起来似乎民进党是完全掌控，这叫做司法改革过程当中，你赖总统到现在为止都不敢谈司法的问题，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哈，看起来完完全全这个判决完全老百姓是不相信的。来，唐董。唐董不一定是在讲你哦，千万不要发言。以后就叫我唐董。有可能，唐董有可能是唐伯虎啊。对，我突然间觉得就是，你知道我到这种终于能够体会，就为什么有些行业，譬如说作家要取笔名，然后在特种行业呢要取花名，然后有一些演艺人员要取艺名。就是让你不知道呢，我本名本姓是什么。你在这叫我的第一个那些的艺名、花名、笔名，我随时都可以换。笔名可能有很多个，花名可能很多个。小云是谁？小云同样他可以讲说，你讲小云是哪个我不知道。那这种什么懂什么懂什么懂，那都是呢行业里面的行话的一部分。那你法官、检察官呢，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进到了那个行话的语言脉络体系里面去办这个案子，还是呢用一般平常人对话的习惯，在为这个特定人开脱？当这个案子因为已经扯很久，他严格讲，在民进党的一大堆的案子里面来讲，这个案子是小案子。特别是呢，有关于买春的案牵涉个人，可是他为什么洞见观瞻？因为大家很有感觉，就是努力的让一个陈董就算今天呢有确定买春，只是因为呢确定有帮你，闽南话常常讲掐当掐塞博郎掐下面米干，但是呢，如果说呢陈宗彦本身就卷在里头，当然会使得这一宗的所谓的行贿的案件里面，他会坐实了其他的罪名，所以非要摆脱这件事情不可。只是让大家很遗憾，就是在520的这一刻，感觉上面好像是一个520的特色，大赦天下绿营人士。你看后面那个很重要，大赦天下绿营人士，就如果你是绿的，几乎全赦。那这种司法处理的方式，固然你可以找很多的理由呢，为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判决呢辩解。可是你从一般人的法律感情的角度，一般人最庶民的法律感情，你看到这种的案子被用这种的方式呢去判无罪开脱的时候，他不是要判你重罪，而是从法律感情上面来讲，谁会相信你司法？谁能够接受法官的这种的说法？谁能够接受法官因为这个样子，这件案子就呼了就没有事了？他的人民对司法的信任感上伤害是很大的。法律呢成为斗争的工具，法律呢成为为特定的某些政治阵营人士洗白的工具。要把人家染黑，要把自己洗白，这成为法律现在最重要的事情。那最近呢，我觉得这些的案件里面有这么多的案件呢，这么夸张，这么离谱。可是，一些过去我很熟悉，甚至于我曾经呢很盲目的、很敬佩的一些的单位，比如说民间司改会，比如说检察官。
那种检改会，哇，过去声音之大呀，这个我都很敬佩你们，你们真有勇气。可是为什么你们的勇气都只有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呢？就是国民党不执政的时候，你们的勇气都被狗吃了嘛？就说呢，这种的从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你们就有道德勇气；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你们就有这种不道德的勇气。这是怎么练的？台湾的司法在这种的零零星星的案子里面，很明显的失衡的案子里面，没有办法展现出对于蓝营在联署时候的那种那种阵仗非常大，而且从南到北每个地方呢，从调查搜索呢、认证羁押的标准这么的一致。你刚才面对到我们刚刚讲的老百姓最关心的诈骗问题，你再看到陈宗彦这么小的案子里面一直办的话，他就说。起码该有罪吧？你一颗罚金，你只要定他个罪，我觉得我都能接受啊。但是呢，当你呢对这种的层出不穷的诈骗案件，对于呢陈宗彦这种，其实你知道常常在酒店进出人，你常常看到一些呢奇奇怪怪的公众人物，他就敢。你到酒店去看会在那边进出的人，你真的认为少吗？会呢跟了厂商能够接送厂商安排，帮你呢开房间呢，帮你安排呢第二趟、第三趟的，你认为没有吗？但是陈宗彦的这种的案子，用这种的方式判，你还期待呢老百姓呢在司法改革给你高分？不可能。谢谢唐董，现在再回来。真的。好，那么辉达呢要有一个总部了，研发中心了哦，大家都在抢了哦。那到底会不会在北市科？哦，蒋万安说我们不急着收网，让鱼再去游一游啊。那另外呢，就是世壮运，2025年世壮运17号要登场啊。那他们找了黄仁勋呢做圣火传递的压轴哦，所以呢，大家就在猜，怎么为什么这样哈？蒋万安说，希望辉达感受到台北是可靠的伙伴哦。那另外呢，本来今天上午我们看到消息说，赖清德说他因为公务繁忙，所以不去世壮运，而且看到资料呢，今天世壮运说2月就请他了，2月25，2月就请他了哈。那他说他不去，但是呢，说发觉黄仁勋要来这个传递圣火以后呢，萧美琴今天上午才决定告诉世壮运。说呢，告诉台北政府说他会去哦，所以原来赖清德不需要想说，这个国际的场合，连当时蔡英文啊这种国际场合也都会去哦。那这种国际运动会嘛，总是露个脸然后表示你总统的支持嘛。而且这个世壮运也是表示30岁以上就叫做壮年了，因为很多那个运动选手都10几岁啊。哦，这是足球一个17岁的这个天才神童，在欧洲踢得不得了，好哦。所以很多呢，就是那种什么体操啊，都10几岁的拿到奥运金牌，所以呢就鼓励说全民运动嘛，你运动多花一点钱，这个医院就少花一点钱嘛，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照理讲这是一个好运动，而且赖清德自己不是也是在鼓励大家运动吗？哦，那他说国务繁忙，到底你国务繁忙什么东西呢？到底有多繁忙呢？能够忙到这个地步呢？奇怪，好，那你就让大家知道一下，你到底在忙什么？忙着跟川普通电话，还是忙着干嘛？安排习近平吃这个珍珠奶茶，到底干嘛？结果呢，临时说派了萧美琴去，现在原来他不去，所以维安都没有这个准备。哇，现在台北这么紧张的要死，因为还要给萧美琴要重新做维安啊等等哈，所以呢，就是说有可能萧美琴就跟黄仁勋也许可以同台了哈。那所以呢，媒体也是说说你现在黄仁勋来这个传递圣火，那赖清德本来也可以。你看你现在黄仁勋的多红啊，又跑到川普的海湖山庄，又跑到川普的白宫，又跑到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王储呢同台啊，川普还介绍他半天。那你是可以去啊说台北市今年2月25号就邀请了黄仁勋就邀请了赖清德了哈，也不是说临时邀请，你说我很忙，你早就可以安排啊。那国民党就这个讽刺说，会不会是不是回头是岸？他不会去了。我觉得既然已经讲不去，现在怎么好意思再去呢？哈，那蒋万安说，这个就是黄仁勋举圣火本来说蒋万安也邀请赖清德，说现在难道要用世壮运反正变成2个对打哈？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媒体说想灭蒋万安的气势了因为现在世壮运就是台北新北办嘛所以呢我就不去
结果呢，这个失掉了跟黄仁勋同台的契机了哈。那现在呢，这个刘扬伟借电电工会理事长说呢 ，AI 打造产业的生态系哈，黄仁勋呢要请他所谓兆元业，所谓兆元就那些老板加起来那个资产上兆了，我们看一下。双北举办2025世壮运周6即将在大巨蛋开幕了。执委会在前一天压轴公布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会亲自担任科技领域的圣火手，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证实了。我们非常荣幸，也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黄仁勋担任我们这一次世壮运压轴圣火手。他身为全球科技以及 AI 领域的领军人物，具有指标性，由他来担任我们世壮运科技领域的圣火手，当之无愧。巧的是，这重磅消息公布没多久，总统府也火速宣布，虽然总统赖清德已经确定不出席开幕，仅发贺电，但将改派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开幕，也让外界猜测是否跟黄仁勋有关。而府方回应说，不要做过度揣测，就为世壮运开幕找来亮点人物助阵，各界高度关注，一切恐怕不能马虎。来，吴峥发言人。我觉得不用把这个事情太政治化解读了，因为世壮运这一个场合其实类似世大运嘛，这是一个国际瞩目的场合，这么多的外国选手来到台湾参加，那总统如果可以来露脸的话，风风光光有什么不好，对不对？这个不会对他有任何的不妥或扣分嘛。那为什么这次会比较临时决定来参加？其实我问一下总统府，他们确实是之前包含等于是我说2月的时候，然后我有看到一份公文3月18的时候，台北市教育局也有寄一份公文给总统府秘书长，那就是同一份函里面邀请总统跟副总统来参加。那不过我询问府方以后，府方大概告诉我的是说，因为总统包含说确实他这次是另有公务行程了，那因为总统副总统的行程比较忙了，所以他们大概会协调到很接近活动时间的时候，然后再看是总统跟副总统谁来参加。那这次是请萧美琴副总统来出席这样。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美事一桩了，因为其实萧美琴副总统他过去在国际上的这个曝光度和知名度也是很高，所以其实理论上就是一个好好的活动办下去，那这个副总统代表政府来给选手、来给赛事主办方加油打气，我觉得这都很好嘛。那因为我看今天国民党议员大概也有在台北市议会刘财会议员有去批评说这个萧美琴副总统临时要来，搞得这个现在维安一团乱，那大家压力很大。那我是觉得这有一点是在可能想要帮蒋万安市长转移近期的一些政治压力啊，因为其实最近社会上对于世壮运的一些乱象，大家很多讨论，什么手表坏掉啦，什么报名赛程都没有拿到啦，然后什么学校老师学生被动员要去观赛啦，李干事要加班啦，等等等等。那我就觉得其实就算是有这些仓促的状况了，毕竟世壮运这次活动这么多外国的选手来到台湾，其实这就是一个人家看我们的机会嘛，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有这一些政治的攻防，好现在去指责说因为萧美琴要来所以很混乱，其实大家就是一起好好把这个事情办好，让副总统带人去参加，然后一起来帮台湾选手加油打气。这个吴峥有他的立场哈，所以说对他就是这样讲，我觉得不是我们把它非常可笑。对，我觉得不是我们把它政治化，而是我们的总统已经把它变成一个笑话了啊！再怎么样的公务繁忙啊，第一个这是一个国际的活动，台湾已经很难主办国际的赛事或国际的活动。第二个，这是一个2月25就去邀请总统的一个行程啊，所以你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排掉的哈。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赖清德总统在礼拜6的晚上有什么更重要的国家要务要去做哈？是晚上7点。现在会创造一个。对，那继续创造。我看他去创造什么更重要的大事，譬如说跟川普通电话之类的啊。那是大家知不知道过去民进党一直说要让国际看见台湾，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国际活动不能去参加了，譬如说教宗的丧礼，又或者是 WHA 也没有受到邀请。这一次的世壮运，大家知道有多少国家的选手来到台湾吗？有多少国家？107个国家，联合国也不过195个国家，这是有107个国家。赖清德总统宁可去当这个点主官丧事的点主官，而却不在107个国家的选手面前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来致辞。你叫我说他什么好呢？好，上一次
在大巨蛋里面，赖清德也躲在休息室，是我们中华民国国庆晚会唱国歌的时候，我们赖清德也躲在休息室里面，直到国歌结束以后，他才突然出现，讲完话又人又闪掉了。国庆晚会他也做这样子小家子气的动作，世壮运他也做这样小家子气的动作。你说萧美琴出席是什么时候告诉我们？我告诉大家，就在宣布黄仁勋举胜我完的半小时，才告诉我们说，哎，那萧美琴也要来。2月25到今天这中间几个月了，副总统要来，大家知道整个维安都是要先来踩点。当年我们在举办听奥的时候，总统要来前1个礼拜，国安要来踩点好多次，所有的位置下面都要检查，都要先去扫过，有没有炸弹呐，有没有什么的，海陆空3个方面都要去看过，你今天突然告诉我说萧美琴副总统要来，每一个位置都要去查，大家知不知道？所有贵宾入场的，所有民众入场的方式全部都要改过，然后你今天才告诉我，然后明天晚上世壮运就要开幕了。那你告诉我，这不是临时决定，不是因为黄仁勋吗？因为原本告诉我们没有替代人选，原本告诉我们只有贺电，所以这个绝对是临时改变，临时因为黄仁勋。我不要说要蹭啦，而是说我们一个国家的总统，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对于这么大的国际盛事，只因为是双北是蓝营的执政县市举办的，就用这种看衰的态度来对待，我真的觉得很难过。其实黄仁勋来不来，赖清德都应该来，这跟黄仁勋来不来都没有关系。我是觉得赖清德会刻意避免为什么呢？你想想看那个画面赖清德、蒋万安、黄仁勋，那是什么画面？黄仁勋来代表的是台北市好不容易把这个 AI 产业、未来年轻人发展、国际竞争趋势的黄仁勋代表给邀来了而且很有可能，我认为很有可能，这个黄仁勋的辉达会落脚到台北这都是一连串的。那代表的是什么？蒋万安国民党拼经济、发展 AI 顾年轻人未来。那赖清德现在来，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大罢免、大成功，族群分裂、对抗、仇恨，3个同台在一起，就是代表这样子。所以我认为他会避免那再来另外一个是这一次的世壮运没有唱国歌，没有升国旗现场看台，因为他不是代表国家，所以他可能还会有看台，搞不好那有大陆选手来了，要不然5星旗，大陆选手搞不好还穿着这个5星，他很尴尬的。他因为他的这个意识形态，他要避免这种尴尬的，所以我认为他还有很多可能其他的考量，我们不晓得，所以我认为他会刻意避免。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韩国瑜那15号召开党团协商了。那开始呢，黄国昌请假那傅崐萁呢晚到，所以呢会议就延了几分钟那傅崐萁到场以后呢，韩国瑜就请议事人员通知民进党团3个人到场韩国瑜就说呢，请一龙二凤赶快来现场吧然后呢，这个民进党就很不爽。说为什么叫我们一龙二凤，大概1男2女了韩国瑜就澄清，我没有恶意我会努力克制，我不开玩笑，尽量克制他爱开玩笑嘛，我努力克制那另外呢，吴思瑶就说你是硬凹的，这个跟比中指一样的差劲，一龙二凤跟比中指一样的差劲。然后呢，韩国瑜今天出席巧克力节又用一龙二凤来介绍来宾这1男2女嘛，就一龙二凤另外呢，这个南投县长许淑华说，有读书人都知道一龙二凤，龙凤呈祥这并不是骂人的话，这什么龙凤，这个怎么骂人呢？怎么跟比中指一样呢？所以呢，韩国瑜近年呢已经有4次称赞曹委立委跟候选人叫做龙凤龙生龙，凤生凤那像鲁明哲、万美玲站台的时候呢，他帮他们站台，就说呢，将身后的4龙2凤送进立法院，4男2女了结果果然呢，桃园是不是都4龙2凤都当选了，好像嘛，6个然后呢，说替许淑华站台的时候呢，也说立法院的南投的3剑客都来了，有一龙2凤
那一龙就讲孔文吉啦，二凤讲许淑华跟马文君啊。那另外呢，在2023年11月11号到台中为蓝白2党立委候选人黄建豪、罗廷伟、廖伟翔、林嘉欣跟蔡壁如站台的时候呢，就说后面就有4龙1凤哦。所以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他已经从2019年、2022年、2年都这样形容嘛，他就是喜欢这样形容嘛。哦，所以呢，2025年1月16号，到立委跟立委这个访美团的时候呢，也曾说自己呢在内的8个立委是立法院的4龙4凤，精英全出哦，所以柯志恩、李彦秀、葛如君、王定宇、陈冠廷、郭玉琴、陈昭之，所以他呢就喜欢这变相，他们说他变相说自己也是个龙哦，现在有4个龙4个凤啊。好，我们看一下。立法院最重要3位立法委员3剑客都到1龙2凤啊，马文君委员、罗侯美玲委员、刘浩委员。女超人回娘家再度合体秃子，立法院长韩国瑜超爱龙凤称呼，完全不甩绿营指教。通知一下我们民进党团1龙2凤啊，赶快来现场吧。因为前一天朝野协商，韩国瑜用1龙2凤来催促民进党团的干部，但这话听在他们耳里是歧视女性。1龙2凤这句话放在一起，就完完全全是歧视性跟物化性别的不雅的低级言论。这到底是国文造诣出了问题，还是整个性别的认知大倒退呢？院长，请问一下，因为民调还是认为说你称这个1龙2凤的形容不太恰当。好，谢谢啊。但韩国瑜称呼立委用龙凤早不是首次，2022年他去南投辅选就用过1龙2凤来称赞南投县长许淑华和立委孔文吉和马文君。我们有念书的话，大概都知道龙凤它就是一个吉祥话，它其实是一种这个备受肯定啊，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听的人会有这样的感受。那这一次可以说立法院4龙4凤，精英全出。之前韩国瑜访美也用4龙4凤称赞朝野立委，当时也不见绿营大声抗议。1龙2凤该如何被诠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好，唐董也是龙，龙，唐香龙。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好，比如因为我跟陈凤娟我们常在一起做节目，那我们的名字是啥意思呢？对啊，就是你知道父母亲帮我们取，我父母亲帮我取叫龙，陈凤馨叫做凤。你知道那对我们是多大的期许？你知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谁不是这样讲的？希望自己的儿子变得像龙一样，女儿呢像凤一样，长大就是人中龙凤。虽然我没有做到，但是我起码知道，就是说呢，那个字眼是一个正面的字眼，我不会想去改名字啊。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说龙凤呢，对某些人听到的时候呢，会心里面有异样的感觉，是因为龙是因为中国龙吗？是因为它有特别的政治意象？我不太晓得，就是我认为能够把这2个字很直觉的呢，把它做一些负面想象的，然后无边放大的小题大做借题发挥的，我认为都有某一种在我文字理解上的特异功能。你如果没有到特异功能呢，你会把1龙2凤，如果真的要伤害你，那应该叫做1鸡2鸭，或者1鸭2鸡。那我用这种动物，你大概你难道就会觉得比较好吗？那个就清楚多了吧？但它不是嘛。还好你爸没跟你讲糖香鸭。对，就是怎么会在龙凤的概念上面呢去大做文章？当然，在某些特殊的语义上面来讲，譬如说香港他们的一些1楼1凤，那叫1楼1凤。虽然呢有2个数字在里面，可是跟他讲的1龙2凤、1龙4凤就不是同一个意思。你也听得出来，韩国瑜讲的话的时候，也没有呢要去揶揄你、羞辱你，只是催你快一点而已啦。尊称，拜托，赶快呢去把老爷，然后呢把这个的大小姐起来，大概就这个意思。无非就是你们是很尊贵的，拜托你们可不可以快一点，请他们赶快就位吧。平常说话的时候呢，为了避免太直接，就会呢用这种呢绕个弯的隐喻性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可怕的除了你当场的理解，
跟讲话的那个人呢不具备的那个含义，完全背道而驰之外，后面再加嘛，还可以跟比中指混在一起。天哪，那你以后不要叫我名字，看到我就比中指就好了，啥玩意儿呢？就是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受的教育呢？这跟呢壮年运动会，我们刚刚讲，当然今天赖清德最好就不要去了，因为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蒋万安要倒阁，要罢免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可是。壮年运动会对他就等级上面来讲，他不能够跟世大运。刚刚的吴峥提到世大运不一样，世大运是在奥运体系里面，世大运是在奥运体系里面，他的参与知道的都是年轻的运动，他是未来的，就是说呢顶尖运动员。壮年运动会啥意思？是过去的顶尖运动员。你是看不起我吗？对了，我们都已经是壮年了，可是都是过去的顶尖运动员了。虽然没有未来性了，可是玩一玩嘛，他就是一个呢，就像呢这个他的标语一样，他 sport for life。但是呢，看到呢中老年人呢不感兴趣呢，连来都不来，没有意思。我觉得你会呢因此而得罪许多的中高龄的人。反正就是陈委员啊，他脑筋里面就是这些比较。就把他想到一些淫欲方面的事情啊，所以他就虽然